我老公看中医把人家老中医整疯了，人家说他痞湿痞寒，他说他只是屁多屁臭。是这样的，大胖媳妇平时吧，她不看中医，她甚至都不看任何医，她就活的吧无比的健康快乐。但是呢，她有个外国朋友在一个中医馆办了一张卡，最近要回国，就病没看完呢，人走了，就把剩这2200块钱的中医卡给了大胖媳妇。大胖媳妇手拿着这个中医卡，就实在是不忍心浪费，问我要不然就去看看病，万一有呢？结果大胖媳妇就去了，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中医问诊，她完全不了解情况。然后这医生给她把完脉，就开始慢慢问各种问题，很多问题。你最近吃饭香不香啊？饭 rice 香不香？大胖媳妇看了我一眼，跟医生说：盖饭香，炒饭香，黄焖鸡米饭香，有点菜汤都香，纯大米饭的话不香。医生，我饿了。我喜欢排骨肉、大盘鸡、羊肉泡馍、饽子，你有的吗？我喝的。还行。然后医生问：你爱吃重油重辣的东西吗？大胖媳妇说：看菜，毛血旺我喜欢重油重辣的，但你说像小龙虾哈，我其实喜欢五香的。不伤的手风扇，好吃。真香。然后问了众多问题之后，医生说：你呀，应该是痞湿痞寒。大胖媳妇看着医生，尴尬的说：我只是屁多屁臭，我极少遇到屁湿的情况。他那个痞湿非常严重，我都是脾肚脾臭，脾肚脾臭。然后医生就觉得他有点毛病，然后大胖媳妇也觉得医生有点毛病。都聊到这儿了，大胖媳妇问我：这医生也太唠嗑了，唠20分钟了，啥问题都问，他咋还不看病？我才明白，这个中医问诊时候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就是问很多问题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而不是像西医是靠测血呀、排片这些。大胖媳妇她完全不知道，她以为看病一直都没有开始，只是遇到了一个很义的医生，在看病之前想跟他先交个朋友。我说你仔细思考医生说的话，严谨一点，别瞎回答，这都是诊断你的依据，好好回复，明白没？他说啊，都看上病了，好好。然后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对了，你那个大便容易成型吗？大胖媳妇看看我，又看看医生，思考了很久，容易成型吗？那玩意儿我也没捏过呀，我也没捏过呀。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次针灸，原来他对针灸也是有一些误解的，他以为针灸扎进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那医生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过来转一转他的针，这是人家的手法。但大胖媳妇以为这个医生他就是多动症，没事就过来鼓捣一下这个针，人家医生搁那儿拧针呢，他告医生别玩，别玩啊！回家我发现真给他疼够呛，裤子都湿了。我说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咱家最近新换的三星 AI 爱神，有更聪明的 AI 泡泡镜，能感应衣服面料来出泡，洗得更干净，还能省70%能耗，食品级蒸汽除菌，洗完就烘，干干爽爽，超薄嵌入设计，不占地方，容量更大，颜值还高。医生给出的治疗方式有3个，3管齐下，一是针灸，2是食疗。医生说回家之后15片黄芪炖1只鸡，连吃10天。大胖媳妇听成了每天1片黄芪炖15只鸡，连吃10天。大胖媳妇说我觉得我最多一天能吃9只鸡，9只鸡。最后一种治疗是摁肚子，医生说这3种一起治，能改善他的脾寒脾虚。我控制不了，脾热脾臭，我意思。这个情人节，大胖媳妇把我坑了，我婆婆把我公公坑了。我的婆婆温迪19号落地北京 China， 还给我家备了一份大礼。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本来没有这个预算，结果临近情人节，又是他俩什么结婚多少年纪念日，我公公送了我婆婆一个美丽的蓝宝石大戒指。然后我婆婆呢正愁着要来中国要买礼物，这钱从哪出呢？这不就出来了吗？就把我公公送的戒指给卖了600刀。我公公一听都没生气。行吧，卖了也就卖了，但是这个卖这600刀，你能不能就别抠搜搜的，给彩玲家人买个好点礼物，不行整个鹅啥的。我婆婆说好，我去看一看。结果呢，在去买大鹅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小瓷器店在打折，她驻足了。最后呢，我婆婆给我妈买了个碗，花了65刀，但人很有原则性啊，剩下535给我公公退回来了。我公公看了大受震撼。你从 Canada 到 China 给 Chinese 买了个 China， 你有毛病啊！而且还是一个，就连我都知道中国人买东西喜欢成对买呀。我说不瞒你说呀，温迪，那个碗我妈有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说不可能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瓷器都是世界唯一，别人都是买不到的。我说买是买不到，我妈是交满1年物业费给的，给4个。我婆婆说好神奇啊！你想想，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和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款设计。我说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maybe 他是一个艺术家，祖籍在景德，base 在义乌。他说那我花了65刀是加拿大的贵。我说那个应该是加拿大的税。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情人节我又被大胖媳妇给算计一把，就一到节日啊什么纪念日他就抽。我今年就跟他说，我说咱俩谁都别有压力，设置上限，设300块钱，谁也别超，这样就谁也别有压力。他老高兴了，说行没问题。我一想说300块钱给他整个假发啥的不挺好吗？然后他也开始一天神神秘秘搁那准备礼物。结果呢，1周前翻换季衣服时，我在衣柜深处发现了一个盒，是一个看着挺高档一美容仪。我就想哈，这玩意儿也不是我买的，到底为啥被藏在了这儿？我就多心了，我寻思难不成这就是他超支给我买的礼物啊？蜜光嘛，我知道。然后我怕自己掉链子。
子，一着急反手给他买了个 PS5。结果我还搁那跟我同事嘚瑟呢，我说你们姐夫这回挺大方，他给我买这个挺好，我也给他买贵的。我同事一听面露难色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跟我说：“姐，你说那个美容仪是蜜光给咱寄来的产品，让咱试用，俺们都用2多月了，而且收拾产品俺们就给姐夫了，咱不知道为啥他没给你，你咋还当成他给的情人节礼物呢？人他们都用了2多月了，来，你过来，来，你看我同事下颌线、法令纹、眼纹都 amazing。蜜光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皮肤设计的深层设计。哎，你咋比我白这些呢？你这是出去，深度能达到皮下3毫米，所以效果更好。而且它有2模式，早上蓝灯去水肿提拉，晚上红灯淡纹抗老，一台机5个功能，性价比老高了。你出去吧，性价比老高了。但是同事们，我就在想哈，那如果蜜光不是我的情人节礼物，那我为啥还搭进去个 PS5 呢？没买这个，说不定给你买更好的了，别担心。这是我的情人节礼物，好看吗？好看。这是谁？爸爸。这是谁？妈妈。你咋看出来的？这是妈妈呀？你为啥不直接把我 P 掉呢？把你 P 掉，剪的我跟大哥不行，你喜欢吗？那是大哥，那是爸爸，那是爸爸，那是妈妈。哎，我呀，经常在评论区看到一个问题，就说彩云啊，你到底看上大胖媳妇啥了？就她到底有什么好的？今天咱说实话啊，她这个人吧，就从非常传统的意义和标准来看，作为一个丈夫，他可能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丈夫，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他绝对是个好媳妇儿。咱就说带孩子这个问题上啊，说良心话，比我积极主动，她非常喜欢，非常享受带着孩子去探索世界。这不今天刚领着孩子去体验太空飞行去了吗？我和孩子们都飞了，拿铁呢一点就着，窜天猴嘛。但是孩子们的爹没起来，被退款了。糟糕 ，Oh my god！魔法怎么失灵了？天空真的好大，蓝色。因为对于太空，它太沉，它是宇宙不能承受之重。玩完他还问早达：“你看懂了失重的结果没？”早达说：“我看懂超重的结果了。”完全不气馁，回家继续做科学实验，老想上花活。早达最近听到了年的故事，非常恐慌，跟他爸说：“咱们也得整点爆竹才能吓跑年。”他爸说：“我也没在街上看着过爆竹啊，不知道上哪买去，感觉是一个内部流通的一个什么玩意儿。但是爸学过偏方，他说爸在家给你制造一个巨型泡沫喷射，砰一下，照样吓跑年。准备好了吗？结果汉语实在是不好，买色彩的时候买错了，再加上有点抠，药水没买够，买家秀的呈现不太一样。他跟早达说：“宝贝闺女，我觉得咱这不算失败，你仔细看看这屋，我觉得咱们肯定已经把年给吓跑了。”早达说：“可能吧，但是你吓跑之前把年给吓拉裤兜子了吧？像个大粑粑。”然后他有一点就是特别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做出来啥他都夸。这不快过年了吗？孩子写出来啥破玩意儿他都给挂起来。早达不懂门上那个符为啥倒着挂吗？我说倒着挂就说明这东西到了。你写的那个字儿就到了，拿铁那么大点儿，他爸也跟他学毛笔字儿，写上春联了。虽然写的吧多少有点误差，红梅香小院，王冕下人间，但是也不错。王冕上春晚，上完下人间嘛。反正现在俺家就是中华文化兴趣熏陶的很盎然，但是我家这几位文人骚客多少有点被玷污了。这个还得是靠咱中国人都知道的雕牌，这雕牌除菌有氧洗衣液太好使了。就这个 SRP 因子，你别管什么墨汁、酱汁、蜡油，衣服搁里头一泡一揉，轻松打包带走，除菌率99.99%，除螨率99.999%。连那些担心孩子卫生健康问题的妈妈们用这个可就放心了。墨香再加上雕牌的元气薄荷香，感觉俺家还挺好闻的。它在带孩子上还有很重要一点让我觉得值得借鉴的，就是我发现孩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直接给出答案。比如早达问我的时候，弟弟为什么叫拿铁？什么是拿铁？我也要做拿铁，我现场做拿铁。我要着急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我看你像拿铁，你这家淘气大马猴来抓你，我可能就这个路数。但如果他问他爸就不一样。今儿早达问他爸，我的弟弟拿铁到底怎么做？大胖姐说，怎么做呢？那不如今天咱们就现场熬制拿铁。小野，喂，这谁？这是咖啡色。搅吧搅吧。拿铁加牛奶是拉配。哟，拿铁是要这个。这是雪饼拿铁，好喝。走。